无畏曲折迷离，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地中海是传说中巨人的故乡，然而一个惊人的发现很可能意味着这并不是一个传说。就在地中海的第二大岛萨丁岛上，考古学家不但发现了将近800多个疑似巨人的坟墓，甚至还挖掘出了一些巨人的骸骨。而相关学者对于巨人来历的猜想更是让人震惊。有人认为，人类的祖先很可能与巨人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些近现代巨人的照片呢？现代人类和巨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意大利的萨丁岛说起。萨丁岛不但是个风景如画的度假胜地，有着细软的白沙和美丽的海景，同时它也是意大利自然遗迹最多的地区。众多神秘且古老的巨石遗迹已经在岛上矗立了数千年之久。据考古学家发现，这些遗迹很可能与古代世界最神秘的文明之一努拉吉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从4000年前开始，努拉吉人就一直生活在萨丁岛的土地上，并在萨丁岛上留下了多达7000座努拉吉古迹。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可能高达2万多个。这些努拉吉古迹都是由石头堆砌而成的，整体就像蜂巢一样复杂而繁琐。就连考古学家也弄不清楚，这古人究竟是如何搬运和堆砌这些巨石的呢？但最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的是，在萨丁岛上所发现的另一种极为特殊的建筑——巨人坟墓。所谓的巨人坟墓，一共在萨丁岛上发现了将近800座，它们都是由一个长长的墓室和纪念碑组成的。这些坟墓的周围还环绕着巨大的石板。一开始，关于这些建筑是如何建成的，又是为谁而建造的，一直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有学者在到达现场测量之后发现，它们完全可以装下一个2.7米到3.7米高的巨人。那有人就会问了，如果是真的坟墓，那这些坟墓里有巨人的遗骸吗？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巨人遗址。它的发现和我国的秦始皇兵马俑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意大利的这处遗址也是在1974年由住在该地区的2个农民在劳作时意外发现的。之后，这里很快就吸引来了各方的考古学家前来挖掘。在进行了大量挖掘之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将近50个埋葬了3000多年的巨人砂岩雕塑。最奇怪的是，这些雕塑的样子像极了现代的机器人，它们的平均身高达到了2.5米，大多数石雕的手上都持有武器或者盾牌。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些石雕的眼睛都被刻成了像光盘一样的同心圆形状，这显然与普通人类的眼睛大为不同，而且它们都那么高，难道是按照几千年前巨人的模样雕刻而成的吗？又或者是几千年前的外星机器人呢？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巨人石雕多半是3000多年前的人按照当时的人的模样雕刻而成。有人相信，在几千年前，萨丁岛上就生活着长成这样的一群巨人。那如果他们真实的存在过，有谁找到过他们的遗骸吗？时间来到1953年的10月，萨丁岛上一支考古队正在挖掘古罗马人在岛上所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据报道，考古队在该地区发现了2具2.5米高的巨人骨架。在发现骨架的墓室里，还有着一些陪葬品、青铜器等古代物品。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萨丁岛上的其他建筑里，也有人发现了巨人的骨架。圣阿纳斯塔西亚教堂是最著名的努拉吉遗迹之一。探险家兼作家蒂莫西·阿尔伯里诺曾采访过2个参与了考古挖掘的人。神奇的是，这2个人都曾在这所教堂挖掘出了多具巨人骨架。这些骨架的高度从2.7米到3.6米不等，这正好与人们在萨丁岛上发掘的巨人坟墓的长度相吻合。说到这，有人就会问了，
如果是真的，那这些巨人的骨架现在又在哪里呢？很不幸的是，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证据很可能被相关部门拿走并隐藏了起来。一位目击者曾透露过自己的经历，说在20世纪50年代时，他还是个孩子。当时的他曾亲眼目睹有人从他的农场里挖出了巨型人骨。更离奇的是，他的农场很快就来了一伙人，趁着夜色把那些骨头偷偷地运走了。当然，平民百姓人微言轻，他无法证明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但关于巨人遗骸的发现还被记录在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图书馆之中。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中，收藏着1892年报道的巨人遗骸发掘新闻。据推测，当时发现的那个巨人有3.4米之高。所以问题来了，如果巨人骨架真的是被某个组织秘密隐藏了起来，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自己的 DNA 中找到答案。2020年，丹麦哥本哈根的一组遗传学家在研究一种被称为前人的已灭绝的人族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表明，前人与现代人和另外2种原始人类的共同祖先有着近亲的关系。另外2种原始人类分别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那么，这一最新的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根据这项发现，现代人的祖先不但与至少8个其他类人族共享过地球，甚至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他们共同生活并繁衍后代。也就是说，现代人的 DNA 中含有其他不同古人族的基因，尤其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虽然他们早已灭绝了，更加神秘的是，科学家们还在人类的 DNA 中发现了一种尚未被识别的原始人类基因。对此，研究学者提出了另一种看法，那就是那些到现在都还未被识别的人类基因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巨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看到过世界各地出现的巨人照片吧。研究学者认为，这是隐藏在人类基因中的巨人基因显现了出来而已。我们现在知道了，曾经主流科学界认为不可能相融合的种族，其实在我们的 DNA 中就能找到不同种族相融合的证据。那些通常存在于传说中的巨人，是不是不仅存在过，而且还与人类有过结合呢？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些巨大的石头，主要分布在欧洲西部，它们都是被人为插入地面的，最高可达5米，总共不下5万处之多。事实上，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类似的巨石群，但萨丁岛巨石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上面经常雕刻着奇特的符号，特别是这处如同倒立着的有些抽象的人形。有人说，这就好像有人从天空坠落到地上一样。还有人认为，它们代表着从天而降，向人类传递知识的巨人。但主流科学界对此还没有确切的解释。也有学者指出，类似的雕刻形状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过，甚至其中一些含有翅膀的雕刻和雕像出现的时间还要更加久远。我们能在这些雕塑中可以看到，比如这个有着翅膀的鸟人，而它的翅膀的形状和现代的飞机又有着相似之处。因此，有学者怀疑，是不是人类的祖先曾经看到过有着记忆的飞行器呢？并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反映在了自己的雕刻上，来揭示那些天外来客是如何降落在地球上的。此外，不知道这种巨人从天而降的说法有没有让你们想起苏美尔神话中的阿努纳奇呢？一些研究学者就认为，萨丁岛上的奇怪雕像很可能与苏美尔神话中的阿努纳奇有关。在古代的很多艺术品中，阿努纳奇是一位长着翅膀的巨人，同时他也被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人视为世界的创造神，是来自天空的使者。阿努纳奇的意思被翻译过来就是从天上降落到地球的那些人。因此，很多人都怀疑阿努纳奇实际上是一个造访过地球的外星种族，而古人只是把神秘的外星人称作神而已。此外，人们还真的发现，在萨丁岛的金字塔与苏美尔人的金字塔有着相似的形状。有人说，那萨丁岛上的奇怪雕刻也许就是阿努纳奇。
当然，关于巨人的猜想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庞然大物的痕迹仍然可以在今天的地球上找到，而且就隐藏在人类自己的 DNA 当中。也许随着遗传学家们继续解码人类的基因组，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人类和巨人之间的关系终将大白于天下。